這是韓寒的封神一戰，18歲舌戰群儒，教科書級反擊刁難。那你又怎麼知道我要枯竭了呢？因為你的生活的積澱遠遠不如他的深厚。那你又怎麼知道我的生活積澱不如他的深厚呢？因為你的年齡沒有他大。是這樣的嗎？冒昧問一下，你幾歲了？我30歲。但從你的話中，我似乎還聽出來你的生活積澱還沒我的厚。今天帶你重溫一場24年前的千古名局。18歲的韓寒面對滿屋子文化大佬和觀眾的連環做局，惡意刁難，他不僅沒怯場，反而用降維打擊般的語言技巧上演了一场教科書級別的高情商反殺。建議先點讚收藏，再反復研讀，學完這套話術以後，沒人敢再在語言上欺負你。那麼多觀眾朋友，他們都不認識你，但是他們都挺熟悉你的，是不是感覺到自己像個名人？沒有，我土雞。開局就是職場最常見的套路捧殺，主持人笑裡藏刀，這句像不像名人？你如果認了，就是狂妄自大；如果你否認，就是虛偽做作。面對這種兩難陷阱，韓寒直接用一招自黑式降維破局，一句“我土雞”把身段降到最低，讓對方準備好的高射炮徹底啞火。記住，當別人試圖用高帽子捧殺你時，主動自嘲就是最強的防禦盾牌。韓寒現在是土雞變鳳凰。原來這句土雞是借力打力。前一秒觀眾剛譏諷完，下一秒韓寒就拿來當擋箭牌，既暗諷了那個出言不遜的人，又扯下了主持人假意恭維的遮羞布。高情商從來不是一味退讓，而是你朝我扔泥巴，我拿泥巴糊你臉，穩準狠，直擊軟肋。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對方開始貼標籤。我看你的這個照片上面啊，那時候你還特別酷的一個，戴着一個帽子，留着一個短髮，什麼時候留上長頭髮的？我1月份剃的平頭。然後現在就這樣子了，所以有叛逆性啊。頭髮長也是叛逆性的表现之一，是為了這個原因留長頭髮的嗎？職場上總有人喜歡通過你的穿着習慣來否定你的工作能力，他們試圖把韓寒的退學和長髮叛逆強行綁定，這叫偷換概念。你看韓寒怎麼見招拆招？不是因為在學校裡面不能留長頭髮嗎？然後既然走出學校，就彌補一下這遺憾。漂亮。這就叫拒絕自證，重新定義。你不要順着他的邏輯去解釋我叛不叛逆，你一解釋就輸了。韓寒輕描淡寫的把長髮歸結為彌補遺憾，話外音就是這是我的個人選擇，與你何干？一句話把對方借題發揮的心思拍死在了沙灘上。就像美國總統一樣，人們對你的各種各樣的要求就多了。我說明星也是這樣，是4年一換的，韓寒永遠不換。對方開始上價值了，用美國總統進行道德綁架。職場裡領導最愛說你現在是骨幹了，要多承擔。韓寒的這句回擊堪稱4兩撥千斤，剝離虛名，守住內核。別拿那些虛無縹緲的頭銜壓我，不管外界怎麼看，我只做我自己。但是你有沒有考慮過，對於媒體來說，韓寒可能2年之後就換掉了；對於舒適來說，可能韓寒1年之後就換掉了。但是我留下的東西換不掉了。這就是典型的焦慮販賣，暗示你沒有核心競爭力，遲早被淘汰。如果韓寒露怯，就成了笑柄；如果強撐，又顯得嘴硬。他直接祭出殺招，用結果導向碾壓過程質疑。職場不相信眼淚，只相信業績。只要我產出的價值無可替代，你就沒有資格評判我的未來。你覺得你自己很有這個文學上的才華嗎？或者是天分？你覺得一孩子能寫出這麼厚的書，容易嗎？又是一個兩頭堵的陷阱題。韓寒不辯解不自誇，直接用一個反問句把問題拋了回去。書擺在這，厚度擺在這，才華還用嘴說嗎？這告訴我們，遇到質疑，拿事實說話永遠比拿情緒說話有力量。韓寒，你現在還寫嗎？寫什麼？最近還在寫作嗎？這個保密吧。你覺得有沒有擔心過自己將來會枯竭？枯竭？我還沒擔心過。那我覺得照現在這個趨勢的話，似乎還不會枯竭吧。天才的光芒總是刺痛平庸者的雙眼，因為他太年輕太篤定，所以成了這群自詡成熟的大人們的众矢之的。接下來最經典的一場撕逼大戰開始了，請看大屏幕。我看了你的書哈，你說你跟王朔相比，我想那个我没說過啊，你說王朔這小子很聰明，對嗎？這不是我書裡說的。你說過的話，不管是不是你書裡說的，昨天嘛翻了翻你的書，首先覺得18歲的一個小伙子寫出這樣的書，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但是我就想說，王朔他有幾十年的生活的積澱，他從這個文化大革命走過來，然後經過了上山下鄉，他到現在
他也不再怎麼出書，因為他也說過他的文思要枯竭了。你只有18歲，也就是說從你真正的接觸生活，可以從你懂事開始，你才接觸生活也就是10年，你怎麼來和他相比？注意看這位女觀眾的嘴臉，是不是像極了公司裡那個業績不如你卻總愛拿工齡壓你的老油條？你太年輕，你沒有經驗，我昨天才看了你的東西，滿嘴的優越感，居高臨下的對你進行審判。他的邏輯很荒唐，只要我活得夠久，我就比你高級。面對這種無理取鬧的倚老賣老，韓寒直接上演了史詩級的反殺。我沒有想要和他相比過，那你又怎麼知道我要枯竭了呢？因為你的生活的積澱遠遠不如他的深厚。那你又怎麼知道我的生活積澱不如他的深厚呢？因為你的年齡沒有他大。是這樣的嗎？冒昧問一下，你幾歲了？我30歲。但從你的話中，我似乎還聽出來你的生活積澱還沒我的厚。痛快！全場最佳 MVP 鏡頭。遇到強盜邏輯，千萬別順着對方的思路去證明我的閱歷也很豐富，而是要用魔法打敗魔法。你不是拿年齡說事嗎？好，你30歲了，但你連話都說不明白，你的閱歷在哪兒呢？這一記耳光直接把對方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，爽文都不敢這麼寫。有可能的話，咱們可以在網上去聊天，因為我知道你也上網，是嗎？对。你上網聊天主要用什麼工具呢？你是用 OICQ 呢 ，ICQ 呢，還是在聊天室裡呢？就聊天室裡。那看來你還沒有真正的長大。也就是說，我想跟你說，如果你想長大，用 OICQ 和 ICQ 吧，那才是成人的世界。謝謝。謝了。丟了面子想找補，居然用聊天工具來定義一個人成不成熟。面對這種胡攪蠻纏的降智打擊，韓寒聽完甚至笑出了聲，可他只回了一句謝謝。這就叫不與傻瓜論長短。當對方開始無能狂怒時，你的無視就是最體面的絕殺。您現在出的2本書都排到第1和第2名了，是您確實是有這個實力排到第1、第2，還是說確實是媒體在裡頭起了一個特別關鍵的作用？這又是一個2選1的必死局，選實力被罵吹牛，選炒作那是自毀招牌。職場上常有人問你，這項目能成，是老闆給的資源好，還是你能力強？看韓寒怎麼破的。一開始這書剛出來的時候，肯定是媒體的炒作，然後後來就是憑實力了。打破2元對立，創造第3種共贏，有炒作引流，才有實力留存，邏輯自洽，滴水不漏。你想進一個大學讀書，你就進去；你想出來就出來。我呢是一名司法學校的學生，從法學上來講呢，只有相對的自由，而沒有絕對的自由。你怎麼看待你這個？你不覺得你有點太過分了？我沒覺得有什麼過分的地方。你覺得有什麼過分的地方呢？覺得一所大學，你必定要尊重那所大學裡邊的老師或者校長。你想進就進去，想出來就出來，有點過了。就說你現在很紅，但是有點太過分了。典型的紅眼病發言，自己得不到的自由，也見不得別人擁有，只能披着規則的外衣進行道德審判。韓寒一招反推舉證責任，哪裡過分了？你給我指出來！一擊命中，對方瞬間詞窮，只能支支吾吾的重複，有點過了。如果有一個大學他破格錄取你，會去嗎？也不去。為什麼？資格不夠，因為我還是在聊天室裡聊天的嘛。這簡直是全場的神級 callback。用之前那個女觀眾嘲諷他，用聊天室的梗直接堵死了主持人的嘴，用敵人的子彈擊穿敵人的護甲，幽默中帶着極強的讽刺，讓全場啞口無言。眼看場面要崩，專家登場了。那我想問一下陳老師，您那個年輕的時候也像他這樣反叛過嗎？因為我是順從了大人社會的價值標準，算起來還是算一個好的學生。但可是我認為韓寒也是好的学生，因為他在这個一技之長方面呢，他充分发揮了自己的特長，是吧？問題就是說呢，他在發展張揚自己個性的同時，如何合群，如何跟共性的東西呢不要衝突的太厲害，衝突的太厲害以後呢，也許會給社會呢帶着某些方面的不穩定。當今社會的今天呢，更要提與他人共存。如果不與他人共存的話，我們這個生活在這個地球身上呢，就會遇到很多的麻煩。不愧是老專家，這招叫明褒暗貶，爹位說教。先捧你一下，然後話鋒一轉，用不合群、不穩定、會有麻煩來恐嚇你，企圖把你拉回世俗的框架裡。這種我是為你好的話術，在職場裡簡直太泛濫了。且看韓寒如何用具象化反擊，撕破這層虛偽的面具。為了更好的與他人共存，而且更多的與人共存，所以我覺得你一個4年或者一個7年，甚至10年泡在一個大學裡面，比較浪費時間。
整天跟那些導師相處10年，都可以做老婆了。那你跟你父母生活了幾年呢？我跟他們生活了10年，但沒辦法做老婆。你父母是老師的話，你覺得這是這種厭煩呢，還是一種必要呢？不是厭煩，也不是必要，我覺得這是不必要。那麼這樣的話，你跟你父母也不能夠共存的話，那麼你家裡就不成為一個現代的家庭，也許是未來的家。你現在是跟你父母住在一塊呢，還是自己住的？我是跟我的孩子在一起。对，我希望有一天你把你的父母也接過來共存。一剑封喉。你跟我談宏觀的社會共存，我就跟你聊微觀的。你連父母都不接來共存，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既然你站在道德制高點上，那我就把你拉到現實的泥潭裡。那些滿口大道理的人，往往連自己的生活都過得一地雞毛。至此，全場大佬被一個18歲的少年懟得潰不成軍。回看韓寒的整場表現，其實他並沒有歇斯底里，但他為什麼能贏？因為他深谙一套降維拆解的處事邏輯。當我們把這套邏輯平移到如今的職場，你會發現那些看似無解的刁難和求人辦事的困局，瞬間豁然開朗。實戰場景1：跨部門推進工作遭遇資歷壓制與推諉。就像那位30歲女觀眾用年齡打壓韓寒一樣，職場裡，當你作為一個新人提出優化方案，需要跨部門老員工配合時，他們最愛用的借口就是小年輕想法是好，但我在這行幹了10年了，你那套理論落地太難，算了吧。多數人面對這種打壓，要麼慫了，要麼急於證明自己的方案有多好，結果越描越黑，徹底掉進自證的陷阱。如果套用韓寒反向設局與綁定共存的邏輯，這局可以這麼破。王哥，正是因為您在這行幹了10年，經驗最深厚，我這個方案才必須得請您來把關。現在大環境變了，老板急着要數據，如果咱們還用老辦法，鍋可是大家一起背。我把最繁瑣的基礎工作都做完了，您只要用您那10年的經驗幫我卡個關鍵節點，方案成了，咱們部門的創新績效裡絕對少不了您這定海神針的一筆。不爭辯資歷，而是把對方的資歷高高架起，順勢綁定雙方利益，這叫不戰而屈人之兵。實戰場景2：面對領導畫餅派活，遭遇爹味道德綁架。很多時候，別的大部門領導或者資深同事想把一些費力不討好的雜活甩給你，用的套路就像那位老教授：你能力強，多承擔一點是給你鍛鍊的機會。咱們是一個大團隊，你要學會顧全大局，與人共存啊。如果你直接拒絕，就是不懂事、不合群；如果你接了，就是純的冤大頭。這時候，用韓寒那招具象化反擊與反推責任，一招制勝。領導，您說的太對了，我也特別想為咱們大團隊多出力。只是目前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推進張總死盯的那個核心項目上，那個項目關係到咱們全公司的季度獎金。您看這樣行不行？既然都是為了大局，要不您出面和張總溝通一下，把我的核心項目先放一放，只要張總點頭，我馬上過來，全力支援您，用更高的利益和更大的權威去對抗對方的道德綁架。你不是要共存嗎？那請你去和我的老板共存吧。從18歲的韓寒舌戰群儒，到你我在職場裡的摸爬滾打，其實都在揭示一個成年人世界的潛規則。所謂的高情商，絕不是一味的隱忍退讓、八面玲瓏，而是帶着鋒芒的善良，是聽得懂你的話外音，但我絕不進你的套子。在這個充滿標籤、規矩和論資排輩的世界裡，別人怎麼評價你，那是別人的局限。就像韓寒說的那樣，總統4年一換，我永遠不換。守住你內心的河，把所有惡意的刁難當成淬煉你語言藝術的磨刀石。當你學會了體面的掀桌子，這個世界自然會對你和顏悅色。點讚收藏這篇筆記。當你下次遇到職場小人不知道怎麼開口時，拿出來看一遍，借你一身傲骨與機鋒。